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连接你的热爱。本节目由大麦演出联合出品，买票上大麦。我说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全都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必须好的呀的呀，好的呀的呀，后面来造几圈。对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这个节目名字的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节目比这个名字更直接的了。我对这个名字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不好笑，我们就会露宿街头。很残酷，很残酷，比我参加的那比赛感觉还要残酷。它给了人一种淡淡的威胁，淡淡的威胁。高处不胜寒呀！这是好凄凉啊，这得多冷啊！不好笑就露宿天台，我的妈！在街头也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个事儿还看起来有点浪漫。你看那边的姐姐都看着我 ，Hello， 张老师好，哇，你们好 ，Hello， 怎么这么美啊，天仙一样。你这节目组怎么找的帐篷呀？我1.88米，你让我住的小帐篷？我这咋睡？我这上半夜我睡腿，我下半夜我再掉个个，我睡上半夜。这刚好躺进去，挺好，挺好，屁股潮了。算一算，谁会露宿街头呢？这露宿街头真的得冻死的。不想露宿街头怎么办？首先，我们精挑细选的众多新人演员，走，现在咱们进去看看。各路幽默高手已就位，最强王者同台，笑点停不下来。吴鼎拥有个人专场《野蛮生长》、赛博苍蝇、鸡翅，第5届王炸全国脱口秀大赛冠军张美楠，脱口秀业的创业达人包可爱，商演场次1800场，大齐老铁请开麦，全国冠军，自媒体平台头部博主，心梗赛冠军，前程序员，微博情感博主。个人专场 VOL1， 前时尚品牌陈列师，喜剧心梗赛冠军，国内知名脱口秀主持人，线下演出2000多场，大汉三角猪心梗赛冠军。其次，需要一个极致还原的剧场舞台。通过每周末1场剧场演出，观众不满意，演员就集体露宿街头。鱼头人来送露宿装备了，坚守剧场原声氛围录制，只为给演员与观众带来最纯粹的现场感受。最后还有我们超有梗的捧场大嘉宾，小璐姐结婚了，对不对？大老师结婚了啊，对，那你们见对方家长吗？什么意思？都躲着说家长，你进人家里头都这么进去吗？我岳父。向佐因为之前上一个节目也讲脱口秀，因为孩子们看不懂嘛，他们只是觉得有个人站在那里，我就会说你们再看仔细一点，这个人是谁？哦，孩子们都没认出来是吗？你爱他吗？你知道有时候旁边的人问的那么直接，有一点尴尬了。你脱口秀不行啊！一起去露宿街头吧！你笑个屁呀！你还得去啊！我只是一个飞行嘉宾。接下来的飞行嘉宾，不管你是谁，来到这个节目，听我一句劝，跑，跑啊！欢迎各位来到不好笑就露宿街头的录制现场。你怎么那么多字儿啊？2000字，你讲2000字，你别乱了，我怕。对，我意思就是这样，我就一直调顺序。我现在。对啊，你把稿定了得了。这个不上，这个不上，这个我感觉弱，它会掉气势。
准备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主理人。Loving they got you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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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a make you all up, all up. So tell me I'm out of my mind, give me a sign,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I know it's gonna be fine. Open your eyes, shut up and give it a try. When they knock you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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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just 大家好，Hello， 来，我戒指呢？我戒指呢？怎么就丢了？怎么就丢了？等等，不用，这个来，哎，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宇宙最可爱的脱口秀爆笑现场，不好笑就露宿街头。那么今天呢，不仅是我来了，我们还找了几个垫背的，不是前辈，前辈也来了，有请我们的厂牌主理人小鹿周奇墨。我是脱口秀演员小鹿。耶！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周奇墨。哎，我们还有一位嘉宾，这位就是我们那个翟佳宁啊，翟佳宁，但是最近去那个北美演出了啊。但是大家知道翟佳宁这个嘴啊，非常的冒犯别人，对不对？今天他的嘴来到现场了，快看。那是已经感到冒犯了。这个什么翟佳宁的嘴啊，已经来到现场了。然后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的惊喜嘉宾，他来了，他是影视圈的实力派演员，爆剧热剧的大女主，让我们有请赵露思。There's memories on my wall, all these pictures I don't wanna know at all, don't wanna know at all. I give you shit right back to you, 'cause after all the things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t all, we've been through it all. You and I have made a mess of spoken words we never say. Say less, don't say anything. Just talking amazing words, don't say anything. Before time is gone, 'cause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I think I know myself. Don't say anything. It's like an amazing word. I don't number your highs are low. Leave me wondering if I'm gonna stay. Okay, should I stay? Okay, you and I have made a mess. Unspoken words we never say. Say less, don't say anything. 'Cause talking amazing words, don't say anything. Before our time is scarred, 'cause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I think I know myself. Don't say anything. 'Cause talking amazing words, I don't wanna make a call. I don't wanna make a door. I don't wanna know at all, no at all. I don't wanna make a call.
Don't say anything, 'cause talking amazing words. Don't say anything before time and occur. 'Cause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I think I know myself. Don't say anything, 'cause talking amazing words. 你们开心吗？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我们的捧场大嘉宾赵露思，请这边来，这边有请。美美哒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各位唱的好听不好听啊？今天飒不飒？太飒了！赵露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露思。哎然后呢，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总冠名咸鱼，谢谢咸鱼能让我们在这里相见，谢谢。来，哎，来了！我把。这是元宵节特定吧？我脑袋跟元宵一样。它有点油腻，我觉得它有点油不隆咚的。您代言这个产品，来。哇，好清爽，好清爽那条，好清爽。大家一定要多下载咸鱼，好吗？对啦，所有东西闲在家里的都能卖出去。也要感谢我们神奇的咸鱼品牌代言人露思，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金主咸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让我们的宝藏新人有了咸鱼跃龙门的机会。上咸鱼体验新功能，拍照就能鉴定宝贝含金量，拍得多赚得多，赶紧上咸鱼赚一笔吧！好嘞。哎，4位今天看见哈，我们几个人都穿的特别的有寓意，对不对？哎，小陆老师，您先说说，您这是为什么这么粉嘟嘟？哎，我今天穿的是彩色鹿，因为是咱们节目第1期嘛，穿出一个好彩头，给我们的演员们提气。太好了，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彩头。我这是藏青色，就是稳重，主打一个稳，希望大家演得稳稳的。太稳了，哇，好稳！今天看这个事儿，不看周老师，还以为是我们的张国立老师来了呢啊！太稳了！哎，那您今天这一身哦，我这个就是有一点小花嘛，就希望大家每年都有钱花。哎呀，这个是最棒了。那我得接着你这说了，今天我穿的是豹纹，对不对？极致糖浆。什么极致糖浆？就那个极致糖浆，那个跟在后面跑那个啊，豹子。我就是希望咱们的节目能爆啊，各位，对不对？爆一爆，而且呢，待会儿我们的节目只要是段子爆了之后，我们几个人都有这个小手枪，为他来加油打气，就是这样。好，人气爆棚，段子爆棚，哎，是的。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些好玩的这些道具呢。那我想问一下露思，平时会看脱口秀吗？我看的，我很爱看，因为我上次见大哥，我们其实好多年前了。大哥，哎呀，我上次啊是拉他那个司机师傅，这大哥。好嘞，行。哎，那个看脱口秀的时候，其实就是哪个点最能中你笑点的？其实我看脱口秀不是非常就是关注点在于他好不好笑，而是我关注点在他能不能跟我产生共鸣。就有些时候脱口秀其实蛮感人的，但我自己看脱口秀的爱好就是每次我看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口，然后说台词的重音，其实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去学习的东西。去学习。对。对。露丝少女一定要多笑，好不好？然后对，露丝少女一不笑变成布鲁斯了，好吗？然后呢，布鲁斯不能拜，然后呢，没事，过去了。没有反应过来。我说你要是不笑的话，就变成布鲁斯了。好笑，其实说好笑不好笑都不要太纠结，因为一直纠结就会变成周杰伦，好吗？是这样。但是好密集的梗啊，不知道应该笑哪一句。有时候反应不过来。没事儿，咱们待会儿聊着聊着你就适应了。怎么了？就是你觉得我说话不应该有任何反应，对吧？我怎么样？我一直张嘴要投币吗？什么？
这句下了。哦，他喜欢那种肢体笑话。那好了，这个好笑，这个好笑。好嘞，行。不是前面是因为有点慢哈。我反应有点慢，因为就是我经常会就是白天的时候，比如吃午饭的时候看完了之后，我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可能想起来了，我嘎乐，反正可能就是会，他会有一点点后遗，因为我真的会去很认真的想你们聊的这些事情。不值得那么认真想呀，真不值得。我觉得你很会控制这个时间段。你中午吃，晚上笑嘛，不要晚上光看，早上起来一醒，哈哈哈，就是被笑醒了，不用闹钟，挺好的，想到直接起。对。来，二位老师他们都是天花板级的那个人物啊，有什么评判好笑的标准？我像同行看演员，可能就会跟观众有的时候不太一样。我喜欢的可能是这个演员比较有点独特性，讲的题材啊、角度啊，可能让我觉得在一般演员身上、别的演员身上看不到，就是他有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我喜欢演员他在台上讲的东西，可能是那种主流之外的。主流之外的，就是那帮非主流这么讲的，这是。这么跟你讲，说我这个笑话，你就说想象一下可乐不可乐，就这种人站台上，好笑，就是。好嘞，各位都说了你们的标准非常的棒，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这回我们的节目标准是观众朋友们说了算。大家手里都有你们的卡，来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哇，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则。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观众的好评。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比例达到70%以上的，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相反，没有达到70%，就要准备露宿街头。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好的，聊了这么多，该开始演出了。大家都知道，新的演员表演前必须由我们这些前辈演员们给先来个镇场的表演，对不对？有请到我们的开场嘉宾，就是我们最暖心的主理人小洛。小洛。谢谢，哎，谢谢大家啊！咱们呀，今天来到这里的，我是作为今天的开场演员，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人生的一些改变。我最近呢去学了滑雪，哎，如果有哪位朋友也很喜欢滑雪的话，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打消这个念头，好吧？我天哪，滑雪摔跤真的太可怕了！我觉得就以我滑雪摔倒在那个雪地上的频次和时长来说的话，我怀疑我的卵子们都在瑟瑟发抖。说：“哎呦妈耶，我们不会是被冻卵了吧？”我觉得我滑雪滑到第2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这个人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滑雪高手了啊！因为我对那些高手完全没有羡慕，每次看到那些高手从我的头顶飞过，因为我躺在地上嘛，我是一点都不想成为他啊！我只会在心里想说，你早晚得摔。不像我做脱口秀，我就很有上进心啊！哎，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哎，告诉大家一个滑雪的小技巧啊，就是如果你不想第1天就摔死的话呢，一定要请一个教练。但我发现这些教练他们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作为一个高手啊，这些教练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一个普通的笨蛋可以笨到什么程度。我因为太紧张了嘛，没有什么运动的天赋，我整个人就浑身非常的僵硬。然后那个教练啊，他就命令我说放松。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这辈子哪怕有那么1次，在别人让你放松的时候放松过。我是没有，我此生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在被别人说放松的时候没有。哎呦，那个教练他越在那呵斥我放松呢，我就越紧张，于是呢我就疯狂的摔跤。朋友们，人啊摔跤的时候是有那个求生的本能的，我就死死的抱住我的教练。所以那一整天，我跟那个教练在雪场一起翻滚的样子，真的像极了蒙丹和香妃。我跟他就这么翻滚了无数次之后，最后终于那个教练被我摔崩溃了。他跪在那个雪场上，对我说了一句特别没有逻辑的话。他跟我说：“你不要用你的脑子思考，你用潜意识控制你的动作。”
我说啊，教练，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么大的坡人就不该下。我为什么要去学习滑雪呢？这个呀，要从我的原生家庭开始说起。我呢，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我小时候呢，家里没有什么条件给我培养出任何的爱好，所以长大之后，每次别人问我什么爱好，我都很局促。我每次在那瞎编着啊，看书、听音乐。所以啊，朋友们，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呢，我就想逼自己去爱上滑雪啊，这么一个高端时尚的爱好。而且为了让自己没有退路呢，我上来就买齐了所有的装备，好贵。但是我滑了3天之后，我就发现啊，我每天被按在地上摩擦，我被擦得屁滚尿流、鼻青脸肿、尾骨骨折，还不好意思对外说，还为了维持这个美满的假象，还经常自拍一张发到朋友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然啊，我还是学到了一个滑雪加速的小技巧，可以教给大家，就是当你憋着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潜意识会帮助你。这其中的科学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特别急的时候，他就会跟大脑说啊，老大，救命，救命，救命，好急啊，好急啊，好急啊。然后他大脑就会说，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这里有个深水炸弹要炸了，来，咱们齐心协力送他下去。哇塞，你的四肢异常的协调，那是我滑雪滑得最爽的一次，我歘歘歘的我就到了山底，哇，真的，我是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的快乐，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到了山下之后，我太开心了，我大笑，我尖叫，我拍照，我忘了去厕所。我又上山了。这趟呢，我的体内就发生了狼来了的故事。因为上一次我的大脑协调各单位把我送到山底之后，大脑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次又就是哎呀好急啊好急啊救命啊！大脑说滚。我的大脑彻底下线了，就只有我自己在苦苦的挣扎，在死撑。你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在不断的扩大，那个表皮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膨胀。哎，我不知道在人生中有没有那种极致的体验，腿脚发麻，然后浑身就开始冒汗，胸闷气短，然后呢，我就开始疯狂的摔跤。我当时痛苦到一个哲学高度了。我每次摔倒之后，我都在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作为动物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我每次都选择做个人吧。我滑了1周的雪，现在滑雪没有成为我的爱好，成了我的恨好啊！就恨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开始恨那些我朋友圈里面那些晒滑雪的人啊，就是他们骗我去的呀。对吧？我现在甚至开始恶毒地揣测他们。我觉得晒滑雪它就是一种隐秘的炫耀。你说你自己爱好滑雪，意味着他既有钱又有闲，对不对？啊！而且他们往往都是这样自拍一张在雪山上的照片，配着自己精良的设备啊，然后再配文什么啊，雪瘾犯了，长白山闭关1个月，滑到爽。他不会这样去炫耀自己一个普通的爱好，他不可能啊跟自己的百度网盘合影一张，说啊网瘾犯了，岳麓山闭关1个月。短剧看到爽，对吧？我觉得现在啊，在社交媒体上的爱好，那都是经过美化的爱好，没有人会写出我们最真实的爱好：刷短视频、打游戏、抠脚，对吧？啊，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那些爱好，其实往往都是跟经济能力挂钩的。你如果写了你的爱好是马术、帆船、滑翔伞，那代表你年薪100万，对吧？如果你写了爱好瑜伽、冥想、颂钵。啊，代表你不用工作。如果你写了爱好是看书、听音乐、City Walk， 代表你没有爱好。但今天啊，其实我讲这个滑雪的段子，我也担心有一点点炫耀的成分，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讲，因为我滑雪的装备都买了，我那些亏掉的钱我必须给它挣回来。好，谢谢大家。太棒啦！爆了！小鹿！哇！这是我第一次看线下。哦，是吗？对，第一次现场看人讲。对，之前非常想去，就是看线下的，然后但是我一直就没有完成。但是我刚刚坐在这里，我突然发现，哎，莫名其妙又完成了自己一件就是之前想做的事情。多接活啊，可总能碰上啊。哪个笑点你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最好玩？我这个人很爱第一视角来变成我的器官。我懂你。
就有时候我有点胃疼，然后我吃了止疼药，然后我发现怎么还在疼？我知道为什么，但别人就问你说，哎，你这药是不是不管用啊？为什么还在疼啊？我就会说，比如说我是我的胃。我现在有点疼，那个止疼药来了，但止疼药可能先从嘴下去，对吧？它会先到大脑，它会敲门说脑子你疼吗？脑子说哎我不疼我不疼，它又往下走，说脸你疼吗？就是一个一个问下来，所以它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告诉别人，别人一下就懂了。你其实把自己变成了止疼药，刚才。而且这个药在血液里还不融化，对，它以整粒儿的形式在。所以我是止疼药，刚才对吧？你要跟你的胃，对。明白。明白还行？什么叫明白？来面试来了。明白，我还有下次机会吗？明白。好嘞，我想问一下，滑雪大家有过经历吗？我应该不会去滑雪，尤其听完小鹿的经历以后，我怕在雪场泡温泉。晚节不保。我在那个雪场以前滑过雪，就是类似，我记得有一回特别神的是在于大家老摔跟头摔特别远，有回倍儿狠的是在于我那儿刚一张开腿，一个人从我裆里头就是。哇塞，我是那个人。你是那个人啊？你俩对上了是吧？不是，同一天同一场。我真的对上的是别人。我觉得是大老师平时爱穿那种吊裆裤，所以人会挂。所以那个人的头过不去，人头挂着。什么意思？我穿这哈伦裤，他一过来比脸基尼是吧？就是这里。我知道很多脱口演员，他们为了写新段子，就是要故意尝试很多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就为了写段子。二位那个去哪儿，就是特意为了跑段子去尝试的吗？我去上过一个学，读了一个那个商学院 MBTI， 是。这都是有文化的人，对呀。怎么样？你看看，走你 MBTI， 你看看。其实那个什么翼装飞行、滑翔伞、什么马术也是从那个班上学到的。因为很多人要自我介绍嘛，他介绍他的爱好，他就放了很多视频，就那种特别精良制作的，他就什么马术啊、潜水啊各种东西，我就觉得哇，好高端。因为我之前也听郭麒麟说过，他们相声界那帮老一辈的人，然后平时都会，以前都是会翼装飞行也是，也不一样，穿着大褂子。这个反应过来了，真反应过来。不是但是我刚刚突然脑子里的画面是，你倒着飞，因为你低裆裤嘛，然后我倒着走啊！他一过来，我变成背包了，对不对？然后我直接变成背包，戴个面具，幽默了啊！哇，好笑。我其实是那种，就是我不会瑜伽，我也不会刚刚你们说的所有的，我就是那种爱在家里挠痒痒、抠抠脚啊什么的。这个爱好真省钱啊！对，比如说我就会把我们家的兔子、狗啊什么的，就是给它修毛。修毛自己剪是不是？对，然后就买那个专门那个圆圆的剪刀，就是可以，哎，你们家那比熊对不对？对也有，对。你想，你以后学会了，一次省200多，你想一下。就是我，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开始修毛，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特别治愈，就是越剪头越歪，越卷头越歪，就是狗说我没有被治愈，然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敢就是示人我那2只兔子，就是因为不太妙，越修越歪哇！那我把我们家比熊修成橄榄球了是吧？就是这样哇！大老师，为什么兔子不太妙啊？因为它不是猫，因为它不妙。我觉得这个笑话，我这个程度说可以。周老板，天花板说这个笑话，给自个儿磕一头。既然已经 Q 到了，那么马上就是我们周静波老师的天花板表演。大家好，我是周奇墨。有的时候真感觉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啊！现在的孩子跟我小的时候那个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小时候在东北要压岁钱，要跪下来磕头啊，就咣磕在那儿，大喊一声“过年好”，长辈才把红包给你。关键是你拿到红包以后啊，一定要露出那种职业乞丐一样的热情。
一定要谢谢大爷，谢谢大娘，谢谢好人一生平安。但是现在的孩子完全不用啊，哪用得着啊？我有一次过年去我表姐家，我等着我外甥给我拜年哈，好给他红包，他就一直在他屋里玩手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是我主动拿着红包，舔着个脸，啊，走过去，外甥过年好。哎，但是我没磕头啊，我没磕头啊。我寻思人家要不主动提，我就不主动磕了，是吧？我说外甥过年好啊，这是老舅给你的那个。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啊。但是现在啊，比我更被时代淘汰抛弃的就是我爸啊。然后让我爸快乐这件事情啊，随着我长大，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啊。你看我小的时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只要活着，他就很开心，啊，我拉在床上，他都不会骂我，反而一边给我换尿布啊，一边还逗我说：“谁拉臭臭了？啊，我看谁拉臭臭了，我看看。哎呦，你拉臭臭了啊，你拉大臭臭。”有时候我想啊，我爸要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哈，他现在你说，哪怕在一个商场厕所干保洁，他都会很快乐。有人从隔间里出来，然后发现我爸在那儿拄着拖布。谁拉臭臭了？啊，我看看，谁拉臭臭？你拉臭臭了？哎，你拉大臭臭。但他现在很难快乐啊，为什么？首先呢，对自己的身体焦虑啊。有一年我给他买了一台豆浆机，哎，他说不行，得是破壁机，只有破壁机才能把细胞壁给打破，才能吸收。哎呦，我说爸，那要不咱再等等，你等厂家出破酸机，能打破脱氧核糖核酸。哎，你喝完以后直接基因重组啊，喝完以后长一身肌肉。指缝还往外长刀，你以后收拾鱼哈根本不用剪子，你就唰，很难快乐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天天疑神疑鬼，非常焦虑。有一次呢，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去医院做检查。哎，当然了，最后发现啥事儿没有啊，所以大家放心啊，不要沉重啊。我当然也不要失望啊，不要失望啊！觉得那有啥可讲的？我要听有的那个啊。只不过他那天啊，从医院检查回来以后，他在回家的路上要等第二天结果才出来嘛。他本来想买一颗萝卜，腌点咸菜，但他转念又一想，哎呦，明天这个结果不一定什么样，这个萝卜我就先别买了。哎呦，他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我感到又心酸又好笑。我说爸。你就觉得你这个病能来得这么急吗？啊，这也太急了！平时啥事都没有，然后你第二天到医院，大夫就跟你说：“老周啊，你这个病是晚期呀，非常非常晚啊。”我爸说：“那我家里还有颗萝卜，来不及了。”来不及啦，来不及啦。我建议啊，你就在我们这儿吃一口啊。来，小赵，你去食堂给病人打份萝卜啊。哎，其实我们医院食堂啊，晚上菜好，可惜了，哈哈，可惜了。哎，很难快乐啊！我不要孩子，啊，暂时没有孩子，他也不快乐，总是催我，有的时候给我发一些短视频。啊，大意都是说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啊，我没有回他，我想让他知道，人有了孩子，啊，你得看是什么孩子，对吧？有一次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爸，我暂时不想要孩子。我爸说，你懂什么啊？养儿防老，你现在不要孩子，以后去医院都没人陪你看病。要孩子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当时我想，哦，原来你当初要我就是因为这个目的啊。
那你何必也叫我周奇墨？给我起这种名字呀？你让我找不清自己的定位，你就叫我养老1号，或者陪诊8字啊，都可以，我不就明白了吗？但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确信。我有时候也想，万一我爸说的话有道理，万一有一天我等老了，自己一个人到医院跑前跑后跑不明白，突然崩溃，我懂什么？养儿防老，然后拿出手机，哎，外甥过年好，外甥啊，老舅现在在医院看病，挂号都挂不明白，你看你要有空啊，能不能？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周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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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就是天花板。周老板怎么样？讲完这个放松好多吧？放松好多了，是不是要拉臭臭啊？那我先撤了。不是要去了吗？对，这爸爸就放心多了。来，刚才鲁斯啊，那个特别可爱的爸爸，仰天大笑。对，其实我那会儿，在就是讲萝卜那会儿啊，我其实还想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该了。不该了，道德不允许。我觉得不该了，这会儿赵露思你先忍忍吧。但是我那会儿还在想，就是如果哪天我在外面上厕所，突然出来有个阿姨说拉臭臭了，小姑娘长那么漂亮拉臭臭，我说这个我真受不了。好嘞，那么呢，其实大家就说了，就是有没有说自个儿跟家里人就是相处模式什么样？因为我从小离开家比较早，所以然后从去年开始我有点觉醒了。就是去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想我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就是在成都，我奶奶一个区，我爸住一个区，然后我住一个区，我妈一个区啊？不是，那奶奶80多了，人能不能有个自己的房？能，而且还是 loft。我爸妈能不能有个自己房？能。我能不能在外租个房？对吧？就是住的就是多孝顺，自个儿租房啊！我是租的，因为我觉得买房现在不划算。真的，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然后偶尔见一面也更融洽了，也不用再去，比如说他们早上8点要吃早饭就来敲我门，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现在这样的方式其实还蛮好的。我们家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回家，我爸递给我一管牙膏，然后跟我讲这个牙膏嘴里的什么病都能治，是他在网上买的，10块钱3支。然后那个牙膏我挤到嘴里，连泡沫都没搓出来，就跟我以为我刷了鞋油，就是。怪不得你牙现在这么白啊，有道理。你还是用了是吧？3支都用了，10块钱。吐槽归吐槽，但用还是用了啊，是啊，孝心吧，孝心。就是特别的爱咱们，对不对？好嘞，谢谢各位了。现在场子热起来了，朋友们，我们的演员要登场啦！他就是我们的东北大庆，出发了，出发！能不能住外面就看你了，加油！接小鹿周奇墨，荣幸，没有几个演员接过小鹿周奇墨，连接小鹿周奇墨，荣幸。东北大庆来了，朋友们。放松，非常棒，现场氛围很好，节奏也很棒。老稳了，现在。对。好吗？你们好吗？嗨 ，hello。接小鹿、接周奇墨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全中国谁能接小鹿、接周奇墨？广告能接。有闲置上咸鱼。海鲜市场走一走，低价好物全都有。哎呦，上来就植入。哎，果然是专业观众啊！听着广告知道鼓掌，很棒。让我接周老板，我确实是有点紧张的。导演组说你没事你能接，你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他要告诉我最幽默。他说什么天花板，我比烟花闪。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大齐，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我妈妈是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小时候买件衣服还会糊弄我那种。她小时候给我买过那个阿迪达斯，完了人家是 ADIDAS， 我妈给我买件 ADIDAC， 阿迪达斯。我不知道，看别的小孩穿阿迪达斯，过去跟人犟，他说我穿假的，我说他穿假的。他说真的是阿迪达斯，我说你给我滚，真的是阿迪达斯。我们两个在那儿犟了大半天，犟到最后都快打起来了。班主任都过来了，班主任一过来他不犟了，因为班主任穿的也是阿迪达斯。回家看电视才发现不对，电视上明星啊、代言人，人家穿的全是阿迪达斯。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骗我了？明星穿阿迪达斯，你给我买阿迪达斯啊？我妈一句话给我干服了。我妈说东北人不分自私私。我刚开始还真信，后来自己琢磨好像不对劲。我心想，我们那边偶尔也就说不好平翘舌吧，有时候不分什么滋丝丝、支吃诗什么的，谁不分呲跟丝啊？见面打招呼问人吃没吃饭，人家说哎撕了吗？我一见到赵露思，我说你好，赵露思。哪有人这么说话呀？我就开始反复质疑我妈，我妈都有点懒得骗我了，说那个，那你同学穿的是真的，行了吧啊？小孩一听这话，自己心里特委屈，都快哭了。他一看我哭了，说：“你给我憋回去啊！你穿的也是真的。”我说：“什么意思，妈妈？怎么可能都是真的？什么意思啊？”他说：“阿迪不知道吗？阿迪，最早人德国一品牌，三叶草三道杠。阿迪这牌子最开始在德国就有3位联合创始人，分别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还有阿迪达兹。”阿迪达斯。他说我同学穿的是最低配。这次给我买件中配，只要我好好学习，一定让我穿上一身阿迪达斯。因为穿假名牌，我在学校里有点抬不起头，可能也是后来我自己有点自卑，因为我后来得过一点点那个抽动症。抽动症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小孩跟人说话一紧张的时候，眼睛会在那块眨来眨去的。我就是一紧张的时候，我左边的眼睛会疯狂的眨。我小时候也这样。那不跟问课一样吗？我最讨厌背课文，老师一提问背课文，紧张，左边眼睛眨得飞快。我那会儿就特别希望自己背出来课文的频率能跟眼睛眨的频率是同频的，所以说有时候一背就有种莫名其妙的节奏嘛，听起来就特别像现在的 rapper。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一段绕口令，什么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就这么个绕口令，老师要说来，大齐你背一下。我背的绕口令的感觉就是那种，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呜。哦，真有活呀！最后那个，我为躲一下老师撇过来的粉笔头，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调皮，有时候一下打着你行啊，打不着你他不解气，他站那儿继续撇。我傻乎的往那儿一站，我，来回躲。那会儿自卑，偷偷把所有课文背特熟，不敢上去跟陌生人打交道都。直到有一次我邻家一个小孩文具盒丢了，非得让我带他去买个文具盒，让我帮他跟老板讲价。我心想，我这眼神帮你讲价，到这儿憋了半天才敢开口。我说老板，买个文具盒，帮您家小朋友买个，老板能帮忙便宜一点？本来文具盒10块，老板卖他15，给我留了5块钱的销售提成。我当时虽然小，明白老板误会了，赶紧过去跟人解释说，老板，啊。再给拿转笔刀，还买个橡皮的。那天我邻居那小孩回家的时候，书包里沉甸甸的，背一书包新文具。我回家的时候，书包里也沉甸甸的。那老板最后送了我一板巧克力牛奶。我妈回家翻书包，翻出来一板牛奶，都懵了，说：“儿子，牛奶哪来的？”我说：“妈，挤出来的。”后来我特喜欢带同学朋友去这地方买文具，荣华富贵，全在眨眼之间。1个礼拜最多时候我赚过90多块钱。哇！那会儿在那挣钱挣到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我都怕有一天我这眼睛我康复了都怕。好景不长，学校开始有坏学生站学校门口抢钱。我平时见他们我都绕着走，有回实在没绕过学校，他说来，把钱给我掏出来。我说哥，我没有钱。他说没钱揍你没钱，围了5、6个人要上来揍我。我那会儿喜欢看《精武门》，李连杰演那陈真还记得吗？为了吓我都开始模仿李连杰，我站那儿来回跳，其实不跳还好，一跳都是零钱，哗啦哗啦响。
说你把钱给我掏出来。我当时有点太紧张，我胡言乱语，我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这一句话给他说懵了。你有刀啊？我说没有。他说你有枪啊？我说没有。他同伴都懵了，说那个你先别眨眼睛，你到底有没有啊？我说真没有。他说你啥也没有，你拿啥杀我呀？我说眼神，幽默，多少能给人点力量。这句话说完，那天是我头一回看有人把胳膊抡圆了，准备扇我嘴巴子。要打我之前特嚣张，站我面前，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啊，你不弄死我怎么没死啊？最让我生气的，这孙子学我，他说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我当时看他学我真太生气了，我太紧张了，我开始背课文了。我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说完这个小子没听懂，学习不好，愣那儿了。看他们愣那儿，我赶紧跑了。第二天再从这条路上走，没想到又是他们。我过去我说，有的人，他说你把嘴闭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条路不给钱你过不去啊。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又没听懂，赶紧又跑了。第三天从这条路上走，发现坏了。这孙子拿语文课本站那儿等我，背吧来吧背。10岁都不到小孩子，你给我背，我看你背什么来，站这背来来。我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我说的像疯了一样站那儿翻书包。这句话也是鲁迅说的吗？我说陈奕迅。后来那天这点钱到底被抢走了。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过，我站那都快哭了。让这一个傻子一句话就给我说乐了。他说：“哎，咱哥几个就有钱了啊！一会儿上小卖店。”我一听上小卖店，这不要给我花回来了吗？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拜拜。大旗旗开得胜！谢谢。大旗叫个好，大旗大旗。大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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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旗是哪位老师推荐来的？我推荐，您推荐的啊？对，我们俩一起同台演出过，我的荣幸。哎呀，对，今天也是同台演出了。我就特别佩服大旗的一点就是，他讲东西能从一个很小的点一直讲下去。对，就是阿加斯这个事儿，可能放在我就是几句话就写完了，就想不出来更多角度了。但是他会写很长，真的是。这个是功夫，这是功夫。谢谢。我特别喜欢东北的脱口秀演员，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调调，就是他自己就是在场上的那种很随意、很松弛的那种感觉，所以爆一个梗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哎反差特别大。对，他其实也没有给观众有一种期待吧我马上爆梗了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好。作为第一个来讲，已经非常好了，给他鼓励。厉害。对，谢谢。我在听你的这个脱口秀的时候，特别有那个共鸣，尤其那段节钱这事儿，我太有。确实有，不是我遇到过，但是我还是比较机智的逃跑了。那你还是你身体比较好，他们是不良少年，我是发育不良少年，我跑不了，每天都给他们那儿。我那个事儿，其实讲的时候有股心酸，但是有很多故事挺好玩的。今天还有就是说你那个小动作。哎，大家有那种平时小时候就是会眨眼或者类似的啊？大旗最开始跟您在一块儿，这刚认识的时候也这样吗？老这样？我感觉当时对我有点意思，我以为。这好多小孩都有，这种是比较轻微的。但是老眨吗？对呀，就是你现在眼睛干的人也会眨呀。就是会一直这样。对，然后大哥说，他说那不就是 wink 吗？但是频率不会这么高，对，因为我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博主，类似于他也有这样，但他可能会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就是开始叫啊，就是抽动症，其实就是严重的。对，无论什么时候他忍不住。谁付航啊？就上来就是Monkey Baby， 然后他就来了。我还有那种同学就是回头。哦，对，上课他回头。他这么一说，我发现。
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婚姻搭子他也会这样，有些时候说实话，然后突然这样一下。之前以为他耍帅是吗？啊，原来是病啊！那你亲得着他吗？亲不着吧？对。哦，为了躲我是吧？躲得很快。好嘞，感谢我们大齐的精彩表演，大齐旗开得胜。接周老板肯定是有压力的，我只能自己瞎编一个广告，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去念那个广告一样，但其实那广告就是我自己现想的。出门口让工作人员拿手机给我查2条闲语广告就去念了。说实话，就是你接在一个大咖后面，你压力其实是会很大的。但他很聪明，他没有直接上来就直接进段子，而是先抛了一些互动啊、自我调侃啊，然后就说啊，我接他们俩怎么，打破了这种观众的那种紧张感、那种氛围感。大齐挺牛的。你好，可以给你拍张照吗？哎呀，街拍呀！嘿，你看咱出门也没捯饬，哎呀，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呀！啊，拿我当人肉货架啊！咔咔一顿拍，咸鱼还能拍出钱来？上咸鱼，想要赚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我衣服呢？钱你就拍拍拍拍拍拍，潮流配饰都能拍，门前大手也能拍。上咸鱼赚一笔，拍得多，赚得多。别把我给卖掉了，退单。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咸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大家可要记住啊，其实我们每位演员最终都是你们投票这个标准。下面一位会不会更炸呢？这位就是我们全场都要顶沸的吴鼎。请各位选出你心中最夯的演员。第一个肯定是吴鼎嘛，他来这节目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我要先投吴鼎一票。吴鼎老师吧。内投第1名的，他就是吴鼎。实至名归，吴鼎的个人专场《野蛮生长》和《赛博苍蝇》巡演上座率95%以上，豆瓣评分8.5分，我很期待他的演出。我叫吴鼎，你得细品抓紧。我希望能展示出我最自然的状态，所谓全部的喜剧的人格魅力吧。Let's go, let's go, let's go。下面就是我们全场都要顶沸的吴鼎。吴鼎，幽默神君，幽默神君。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吴鼎啊，吴鼎，鼎是这个青铜器的那个鼎，啊，这是我爸给起的名字，他觉得很雅，我不太喜欢。鼎就是古代人煮饭用的大锅，吴大锅有什么雅？你听起来像唱戏里的男主角嘛，武大锅，哎。很尴尬，但是我爸说这个不错了，这已经是改过的了，改过一次。我刚出生的时候，97年香港回归，我爷起名叫吴龟。我说行，还是大锅吧啊，大锅吧。我家庭条件比较普通，所以我就经常很羡慕我的同桌，他条件好，他经常能带来那些我买不起的东西。我上3年级有一天，他带了一个 MP3，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用过 MP3，有没有？有不少出生于上世纪的老人啊。小孩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MP3 就是一个音乐播放器，大概就这么大，你必须插耳机才能听。你可以上课偷听，就把那个 MP3 插上耳机，塞校服兜里，把那个耳机线顺着校服袖子拿出来，藏在手上上课就是。太有生活了。你这么听不会被老师发现的。我同桌有时候上课听嗨了，开始这样。我们老师还在那儿美呢，说同学们你们看，数学是多么美妙呀！买不起，很羡慕他，我就想模仿他，我就买了个最便宜的耳机，我趁别人不注意我也塞进去，我模仿他，但是我手里没有声儿，你知道吗？
有哥们儿纯摇头，坐在第一排。有一天就不小心被老师看到了，他看到我手里有东西，非常生气，上来噌就把耳机拽出来了。当时老师看着那个空荡荡的耳机接口，他想不明白，他觉得应该有一个 MP3，他开始问我，他说你给老师拿出来。我说没有。孩子，老师都看着了，给老师拿出来。我说你看着也没有。他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说那你搜我的身嘛，我想证明我自己。他觉得我在挑衅他，课也不上了，当着全班同学面开始搜我的身，里3层外3层都搜遍了，搜不出来。搜到后面人都疯了，开始抠我嗓子眼了，你是不是咽进去了？肯定有，拿出来。我是个3年级的小孩，我应对不了这种失去理智的中年人，就逼得我都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我说人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去追寻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逼得我实在没招了。他搜了5分钟，他不得不接受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气得他开始骂我了，指着我鼻子说：“你脑子有病吗？啊，你拿个耳机线，你来学校钓鱼来了？”那节课我失去了一切，我没有 MP3，我也没有尊严，我唯一的财产耳机也让拿走了，同学还每天笑话我，真的很难受。也没有办法，买不起也不敢跟家里要，最后逼得我没招了。我找了一个替代品，拿了家里人一个念佛机。不知道有没有玩佛教用品的朋友们啊？念佛机就是一个 MP3 大小的东西，它也能插耳机，但是它只能放佛经。你家里人如果有这个老人，他可能会听，不打扰别人。我到学校把耳机插上，塞校服兜里边，耳机线顺校服拿出来，我特别开心。我说这回哥们手里有声了，往耳朵上一扣，特别高兴。我听了2节课，发现有问题。这个念佛机它不念，你知道吧？它纯唱，就一个旋律循环。你听多了以后，真的很容易听进去。你们可能没有听过啊，我给你们请一段。请一段对，这对了，这词儿对了。好专业。它就一个旋律循环，就这样。来，会唱的一起来啊！我就天天听这个东西，我听的跟我同学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状态。上小学别的小孩都很活泼，下课在班级里追逐打闹，我自己坐在座位上。我的天哪！别跑！整个人看起来心胸特别的宽广，但是跟同学已经没什么共同话题了。人家听流行音乐，在那聊华语乐坛，一句话插不上。俩人问说最近听谁的歌？哪说听周杰伦和林俊杰。突然问我说：“哎，你听谁的歌？”我说：“啊，那个观世音和弥勒佛啊。”也算华语乐坛吧。从印度乐坛过这边发展的，对。你没有办法，你为了弥补谎言，就要不断的编造谎言。但是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坐在第一排很容易被老师发现。有一天上课听得正开心，我们老师就看到我了。他上次没有抓到我，他天天盯着我，非常生气，上来噌就把耳机拽出来。当时耳机在他手里，念佛机还在我兜里。我也是那天才知道，念佛机跟 MP3 最大的区别是念佛机能公放。当时是真想出家了，这个书是读不下去了。我当时什么造型？我被老师拽到讲台上，我面对全班50多个同学，我嘴唇紧闭，一言不发，我体内传出阵阵佛号。我往上一站，我都怀疑，我说这是不是他们说那个立地成佛呀？我们老师看着我说：“哟，班里还有一位佛系男孩啊！”我当时恨不得从窗户飞走，这个班是待不下去了，
感觉没有同学拿我当人啊，感觉在他们眼里我脑袋开始发光了，没有同学听课了，这底下那议论我说，你说咱们贵还是不贵？很难顶，这个事情搞得我童年时期都特别尴尬。这个段子也讲过很多次，这是很早就写的段子，啊，讲的时间长了以后，你会消解当时的尴尬，你会可以治愈一些当时的童年的伤痛吧。但直到我前几天我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老的观众，他看完这个演出，他说我看了你很多次这个段子，很喜欢你，送你一个礼物，你回家拆。我特别兴奋，我里3层外3层拆开是一个念佛机。我当时心情很复杂，你说我是感谢他的喜欢，也没有看不起这个礼物的意思。我就是当时有一点点难过。我说哥们儿，你这么喜欢我，看了我这么多场这个段子，你应该听得出来，我想要的是 MP3。不是都快20年了，快20年了 ，MP3 都淘汰了，我都没有 MP3，啊？怎么这个童年的念佛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哟，来，谢谢大家，谢谢。被你开开。谢谢。怎么样？这露丝老师看咱们这个屋顶的演出，